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产业分析钢铁业的专业班。那这个地方，我想经过前3个礼拜一系列的介绍钢铁业的平板业的部分，那大家对于平板业的部分被我每个礼拜这样一直讲，我想你不想记起来也很难了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重头戏，就是钢铁业的一贯厂，然后我们主要的标的是以中钢为主。好，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放下图卡的部分。好，那在钢铁业这个专业班第1集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把产业流程图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让之前没有看过影片的投资人更方便的进入状况。就是说，我们钢铁产业呢，它是上游这个地方，它需要一些原物料，就包括了石灰石，还有所谓的铁矿砂、焦煤这些。那石灰石国内是够的，然后铁矿砂跟那个焦煤这个地方需要进口。然后接下来呢，就放在高炉里高温里面加热，先变成铁水，然后再炼成钢液。然后接下来呢，就把这个钢液倒到扁钢坯里面，然后再从扁钢坯下去压盐，做成所谓热压、冷压。那这个地方就是中游的部分。接下去呢，它就会弄到下游，下游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成热压钢卷、冷压钢卷，然后它也可以做成热冷压下游的镀锌烤漆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OK， 这个我们连续看了3个礼拜哦，你不要跟我讲每个礼拜都看，那你背得起来这个流程图吗？你如果能够像我一样，煤、铁矿砂，好，接下去是扁钢坯、热压、冷压、镀锌烤漆。如果你记得起来的话，那恭喜你，你下次在选股票的时候，你的标的就会非常清楚了。OK， 好，那接下去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用单压业者的部分做了一个毛利率的分析。那我们这边呢，这次针对一贯厂，我们就开始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了哈。一样的就是说，热压产品的部分，就是说在2011年起来讲的话，那个热压产品的利差上下变化就非常非常大。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知道那时候受到一些封城跟疫情的影响，那这个地方呢整个利差是扩大的，因为需求在，可是供给这个地方出不来，那钢铁价格一直在波动，那因为钢铁厂商基本都有库存，所以在原物料上涨的过程之中呢，它就会有所谓的潜在的库存利益，然后利差就放大。可是到了2022年这个地方呢，然后受到了俄乌战争还有那个疫情影响，然后大陆有封城，所以需求的关系，那所以说它的毛利率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利差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利差这个地方就是灰色的部分本来是增加从底部一直增加到上面，后来呈现缩小的状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从热压产品知道平板钢业的毛利率这2年的变化了大概已经知道了。就是说以中钢为例的话中钢它是一个一贯厂，那这1-2年呢原物料报价上涨，那因为它是一贯厂，然后也相对比较具有竞争力，所以它的产品售价也可以顺利调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利率呢，从疫情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利差就开始扩大。然后虽然说近期随着它的原料铁矿砂回跌以及中国大陆需求减弱的因素影响，毛利率虽然有做一个那个回跌的状况，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财报非常健全，是钢铁业里面中的那个绩优生。那至于那个单压厂中鸿的话，我想之前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因为呢它主要的原料来源受到了控制，就是来自于就是说中钢还有那个注油。那中钢跟注油因为是一贯厂，相对比较有定价的那个优势，它要给你扁钢坯多少钱，那你也只有接受的份嘛。那同样的，像热冷压产品，一贯厂要调价多少，你也只有跟随的作用，然后只有小幅的加减嘛。所以它的利差在过去我们这样看起来其实上下波动的幅度会比较大。那这也是我上一集就是在那个进阶班的时候跟大家解释过，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中鸿这支股票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因为它的毛利率变化大，所以它的股价上下起伏也会相对的比较快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它下游的剩余业汇的毛利率，它的情况也是一样。它虽然没有像那个刚刚我们讲的中鸿变化那么大，但是它
的毛利率的变化跟中钢的毛利率变化比较起来的话，他们也是就是说起伏会比较大一点，只是相对于那个它的主要原料都是来自于那个中钢以及那个中红给他们原料，然后给他们原料热冷压以后，然后他们再加工去做所谓的镀锌跟烤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剩余跟夜辉的毛利率也会受中钢的那个盘价这个地方来受影响。好，那讲完这些呢，我们来看平板钢业的技术面。我想首先我们看平板钢的技术面之前，我们先略知道它的基本面状况，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它的原物料就是煤、铁矿砂这些东西，那都是要进口的。那我们看一下铁矿石最近的价钱，这几年的价钱，就是说从1987年一直到2011年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纯粹就技术分析来讲的话，它是走的1高、2高、3高、4高，对不对？走了4高以后结束以后，它是不是下跌一个 N？ 那我们下跌一个 N， 大家一看就知道跌破了1/2。所以接下去铁矿砂它要在N 型扩大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它就很难呈现成功上涨 N， 所以它未来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个盘整或盘涨的格局。所以这一波在涨上去急速的拉升的过程中，因为疫情，就是说从2015年以后，因为经济复苏，还有接下去疫情的因素，还有俄乌战争，把全球的所谓的原物料价格都随着美元上去推升到一个相对的高涨。那对于铁矿石来讲，这才是新的一个 N 型的一高。那接下去还有2高、3高、4高，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铁矿石的技术面可以去推估，就是说未来的原物料价格它也是上下起伏震荡，但是它会以一个盘整或盘涨的格局居多。这就是学会技术面的好处，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铁矿石，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去预估我们原物料的价格。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我们原物料的价格以后，接下来大概就知道了原物料价格，再来就是需求的部分。那需求的部分刚刚已经在应该是说在初级班的时候我们就跟各位介绍过。那目前来讲的话，最主要的生产国是中国，那需求的大国来讲的话，包括中国也是要激化经济，它必须用它的内需市场补足。那像美国也是一样，因为疫情结束以后，它就会有所谓的新的基建计划，那这些都是钢铁业未来的需求。那所以从基本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铁矿砂长期还是看盘涨跟盘整的区间，所以说钢铁股的这个地方产品的报价，包括了扁钢配热压冷压的报价会随着原物料价格一样。那在技术面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中钢来看它是自1987年就挂牌，那从1987年到那个2007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呢，它是走了1高、2高，然后3高、4高，然后下跌的时候是不是守住了1/2？就是在2008年、09年这时候回档的过程中，它守住了1/2。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这就是我如果把它画成一个大 N 的话，那它是不是上涨 N 型再扩大？好，那这一波是走到了3高，然后回档到3低，然后后面再走的行情就是所谓的4高。那我们技术分析课已经教过了，价量形时合一。OK， 那3高已经出来了，4高所需要的时间，你可以由这个起涨 N 去推估侧幅 N 所需要的时间，或者你可以用3高的时间打一个折扣，时间波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有缩小浪，还有等浪，还有扩大浪，你是不是也可以预估4高会走的时间？还有再来就是目标价的部分，我也在龙行8步的时候有教过大家，如果这边是一个简单的起涨 N 型 OK， 那它的目标价它这个地方要守住1/2，然后所以你可以用等于说正常 N 转成成功 N 的形状去算它的目标价。那如果你要比较保守的话，你可以用最小目标价、虚拟目标价。你比较乐观的话，你可以算出它2-1的价钱。OK， 讲到这边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同时会了基本面跟技术面，投资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素呢？好啦，各位投资大众，我们花了1个月的时间讲了钢铁业其中一个小小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平板钢的部分，花了1个月的时间很详细的去介绍它的上中下游，并且呢
告诉你说中钢产价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东西，然后在技术面我们也分析给大家听，哪些公司它的股价会比较平稳，财报会比较佳，哪些公司呢获利起伏会比较大，是不是你未来在投资钢铁产业这个地方会更了然于胸呢？ OK， 那如果你对我们这个产业课程非常有兴趣的话，那下个礼拜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电子业，然后要讲到电子业的上游半导体产业为主，所以不要忘了下个礼拜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